朋友们好，有一条比较漂亮的孔雀鱼要生小鱼了。现在看到的是为这次孔雀鱼生产准备的鱼缸，相对来说它小了一些。通常认为孔雀鱼有吃掉自己刚生下来的小鱼的习惯，生产时一般是会用到繁殖隔离盒的。不过这一次不想用，只在这个鱼缸里放一些水草，就让母鱼在这样的环境里自然生产。需要说明一下，不用繁殖隔离盒的结果有很大的不确定性。小鱼的成活率要看母鱼的母性好不好了，可能是小鱼安然无恙，也可能全军覆没。建议有条件的情况下，还是将母鱼放置在隔离盒中生产。这种自然生产的孔雀鱼繁殖方式更适合特殊情况。将母孔雀鱼放入繁殖鱼缸，要做的都做完了，接下来就是等着母鱼生产。通常情况，红头缎带孔雀鱼即将生产的主要特征有3个，这些特征也适用于普通体的孔雀鱼。一、母鱼的肚子变大，鱼的腹部会略呈方形。肚子变大是孔雀鱼将要生产最直观的表现。不过，这种大是相对的，不同品种的孔雀鱼会有差异。2、母鱼的胎斑颜色变明显，胎斑区域变大。胎斑不仅是母孔雀鱼的性别特征，也是判断其生产时间的主要特征。据说只有白子孔雀鱼的胎斑是偏红色，其他种类的孔雀鱼胎斑是黑色的。3、母鱼肛门略向外突出或外翻。孔雀鱼的这个产前特征有时并不明显，甚至看不出来。不过一旦出现，母鱼基本上就快要生小鱼了。上面提到的母鱼产前主要特征不是单独存在的，需要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待。判断孔雀鱼生产时间，最好是在没有喂食之前。吃饱了的鱼腹部会变大，容易出现判断错误。另外，孔雀鱼出现拒食、有攻击性或远离鱼群等表现，也可能是要生小鱼了。可以在上面提到的主要产前特征出现以后，作为判断母鱼将要生产的辅助依据。实际上，即使了解了上面所介绍的孔雀鱼产前特征，在判断母鱼生产的时间上也会存在误差，做不到100%准确。提高准确率的方法就是经验的不断积累和对鱼细心的观察。耐心一些，慢慢就会发现，在大多数情况下，把判断孔雀鱼生产时间的误差限定在1-2天之内是可以做到的。孔雀鱼进入繁殖缸以后，通常是不能马上生产的。什么时候能生小鱼和我们所判断的产期准确率有关，也和母鱼的自身状态有关。进入繁殖鱼缸的鱼更容易观察，产前特征和表现也会越来越明显。这时，如果发现对母鱼生产时间的判断有较大误差，就要根据实际情况来决定是否要终止繁殖了。因为繁殖缸通常都不会太大，
母鱼长时间在里边，有可能会因鱼缸水质变差出现问题。视频中的这条孔雀鱼还是很配合的，在进入繁殖缸的第2天，它开始生产了。注意，第1条小孔雀鱼出生了。回看一下小鱼的出生过程。孔雀鱼的生产不是连续的，有时2条小鱼的出生会间隔几十分钟，甚至更久。下面是这次生产过程比较完整的记录。Very beautiful。生产完成，将母鱼倒入繁殖缸。生产后的孔雀鱼最好单独在一个鱼缸里养3天，这样有利它的身体恢复，也能防止被公鱼追伤。注意要保持鱼缸水质良好，要么就适得其反了。给母鱼一些营养好的鱼食，补充生小鱼过程的消耗。生产过后是母孔雀鱼比较危险的一个时间点，做好产后护理极为重要。这次收获了大约30条小孔雀鱼，因为有水草的遮挡，确定不了母鱼生产过程中是否吃掉了小鱼。现在这个小鱼缸的水质还可以，简单清理了一下可见的垃圾，
就让小孔雀鱼在这里继续生活吧。半个月左右再考虑它们的最终归宿。母鱼平安，小鱼健康。总的来说，这是一次比较成功的孔雀鱼繁殖经历。本期视频到这里就要结束了，如果感觉还行，请点个赞支持下。山高水长，天涯未远，咱们下次再见。